想象一下，你花了几个月，终于买下梦想中的老房子，外观古朴，光线美丽。你早就幻想过阳台上种花，客厅摆书，厨房飘着肉桂卷香味。但当你打开门，却发现里面早就住了一群不请自来的客人，老鼠、蟑螂、白蚁，还有几箱前任屋主留下的杂物，甚至橱柜里还有过期的泡面和发臭的臭豆腐。请问你还会立刻拎包入住吗？你可能会说，当然不行啊，不先清干净，怎么开始新生活？这就是民数记33章38到56节的主轴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进入我赐给你们的应许地，但先清场，不然那些残留的居民和偶像将来会成为你们眼中的刺，肋下的荆棘。换句话说，新的祝福若不清理旧的污染，是进不去的。这段经文承接了以色列人40年旷野旅程的尾声，摩西记录亚伦的死，以及从何珥山出发到摩押平原的路线。最后是神对百姓进入迦南地的命令：一，要赶出当地所有居民；二，要除掉他们的偶像和神像；三，要毁坏他们的丘坛；四，要按支派分地。重点在于彻底清除，不留破口，因为如果留下，那些人和偶像将来会成为你们生命中的绊脚石。俊哲是一位35岁的软体工程师，最近刚搬到一个全新的租屋处，不是什么豪宅，但是他人生中第一间只有他一个人住的小公寓。对他来说，这象征一件事，新的开始。几年前，他经历一段失败的感情，那段关系不是不爱，是太乱。他为了爱情搬到女友家，改变生活节奏，换工作，甚至疏远朋友。最后对方劈腿，他崩溃回到老家，过了2年像机器人一样的生活。这次搬出来是他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开始的标志，但他没想到真正困难的不是搬家，而是打包。他站在家里，看着自己拿一箱又一箱的东西，突然发现那件衣服是他送的，穿起来虽然舒适，却总让他想起那天的争吵。那个马克杯是2人旅行时买的，上面还有合照的贴纸，甚至他最爱的那本小说也是他推荐的。俊哲想，我真的可以拥有新的开始吗？还是我一直把旧生活带进来？他纠结了整整3天，最终他决定来一场心灵仓库大清除。他租了一个垃圾清运的货车，把那些带着过去记忆的物品一一送走。朋友笑他，你也太狠了吧，那件毛衣超好穿呢。俊哲只说，旧的再美，如果留着让我停在过去，那就不是祝福，是枷锁。搬进新家那晚，他点了外送，打开窗，放起轻音乐。这次他不是想逃避孤独，而是选择与新的自己同住。几个月后，他重新参与教会聚会，报名志工，也慢慢恢复与朋友的联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开始对未来有了真正的期待。我学到一件事，他跟小组分享时说，神给你新的应许之前，会先问你，
你准备好清空旧的残骸了吗？如果不清除，新的再好也放不进来。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才进入应许地，不是他拖延，而是他知道，不只是外在要改变，内心也要准备好。神不只要给你新土地，也要你决定清场。我们的人生也一样，你想要新的关系，但你是否还紧抱着旧伤？你想要开始新的梦想，但你是否还信任过去的偶像，如金钱、名声？你希望神赐下新的祝福，但你是否愿意先让他清理你生命中他不喜悦的东西？有时不是神不给，而是我们塞满了，装不下。这段经文像是一个属灵的装潢计划，提醒我们搬进祝福之前，别忘了打扫心灵的屋子。